黄帝内经认为，万物之生由乎阳，万物之死亦由乎阳，人之生长壮老，皆由阳气为之主。精血津液之生成，皆由阳气为之化。如果人体没有阳气，体内就失去了新陈代谢的活力，不能供给能量和热量，生命就要停止。所谓阳强则寿，阳衰则夭，养生必须先养阳。但是寒湿会阻滞阳气的运行，使血流不畅、肌肉疼痛、关节痉挛等。因为湿困脾胃，损伤脾阳，或患者平时脾肾阳虚而致水饮内停，所以多表现为畏寒肢冷、腹胀、泄泻或浮肿等。所以寒湿是最损伤人体阳气的。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中将很多疾病都归因于寒邪入侵，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，人们忍饥受冻，疾病以寒邪为主。而如今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，单纯的伤寒已经很少见了，多是寒邪与湿邪交织，在人体形成一股浊重之气，阻碍人体气机，导致生病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可能经常会注意到这样奇怪的现象，就是冬天很少见到着凉感冒的人，反而是夏天常有这样的病症发生。冬天气温低，受寒湿侵犯容易理解，而夏天这么热，怎么还会有寒湿呢？其实这正是现代人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。炎炎夏日，人们多待在空调房中，身体该出汗时却被空调冷气所阻，汗液发不出来就淤积在体内，导致体内湿邪堆积，造成阳气虚衰。尤其是到了7、8月份的长夏天气，湿气达到最盛。而人体五脏之脾最喜造物湿，长夏湿气过盛，就容易损伤脾脏。脾主运化，可以运化水液，运化水谷，把吃进去的粮食、水谷精微营养的物质以及水液输送给其他的脏器，起到一个传输官的作用。脾的这种传输的作用对生命来说至关重要，故而中医把它称为人的后天之本。而体内湿气过重会导致脾脏功能得不到正常发挥，人体各器官也会因得不到及时充足的营养而出现问题，导致人体生病。由此可知，驱除寒湿是养生保健不可缺少的功课之一。那么，怎样判断身体内是否有湿呢？方法其实很简单，观察自己的大便情况，一看便知。如果长期便溏，大便不成形，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蕴含了太多的湿气。而长期便秘，则代表着体内的湿气已经很重了。因为湿气有黏腻性，过多的湿气就容易把粪便困在肠道内。事实上，驱除寒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身体温暖起来，因此健康与温度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众所周知，掌握人体生杀大权的是气血，而气血只有在温暖的环境里，才能在全身顺畅的流通。如果温度降低，血流减慢，就会出现滞涩、淤堵，甚至血液会凝固，那么人就将面临死亡。而且人的体温上升，不仅会增强人体的免疫力，还能在正常细胞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大量杀死癌细胞。此外，温度过低会使体内的寒湿加重，外在表现就是上火。所以要涵养我们身体内的阳气，就要远离寒湿，温暖身体。在中医养生学中，让身体温暖起来的办法有很多，《本草纲目》中就记载了很多可以养阳的食物，如南瓜、枸杞、羊肉、牛肉、鸡肉、党参、韭菜等，都是补益阳气的。另外，让身体动起来，为自己选择几项适合的运动，放弃淋浴，经常泡个热水澡，养成睡前用热水泡脚的好习惯。这些方法也能让身体暖和起来，使人体阳气生发，免疫力提高。近100年来，全球的气候逐渐变暖，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也在急剧增加，但是与之相反的是，人体却在变寒。与过去相比，现在人们的体温都普遍降低了。据研究表明，体温降低1度，免疫力会降30%以上。相反，如果在正常体温的基础上，体温提高1度，免疫力会增强5至6倍。那么，全球在变暖，人体为什么会变寒呢？据专家分析，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：一、压力大，不注意休息。现代社会竞争激烈，人们工作压力大，为了生存或者寻找一席之地，很多人不注意休息。
经常加班加点，长此以往，身体免疫力就会下降，大自然的寒湿之气就会乘虚而入，体内寒湿之气也因此而加重。2. 淋雨。这是许多浪漫的年轻人喜欢经历小说和电影中场景的行为。由于现代年轻人大多晚睡，以致血气普遍不足，身体对于淋雨所侵入的寒气不容易立即将之驱除，因此也就不会有任何症状，大多数人也就天真的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强壮，足以经受这么一点小雨，久而久之，面对这种小雨就完全不在意了。其实这种淋雨会在头顶和身上其他受寒的部位留下寒气，经常淋雨的人头顶多半会生成一层厚厚软软的脂肪，这些脂肪就是寒气物质。等身体哪一天休息够了，血气上升，就会开始排泄这些寒气。由于长时间累积了大量的寒气，身体需要借助不断打喷嚏、流鼻水的方式将之排出，这时又会由于频繁打喷嚏、流鼻水而被医生认定为过敏性鼻炎。很可能由于年轻时贪图一时的浪漫，却要耗费许多年甚至大半生来承受过敏性鼻炎的痛苦，实在不明智。3. 游泳时不注意。游泳是现代人的一种运动和喜好，对身体也确实有好处，但是游泳也是寒气进入身体最主要的途径之一。和淋雨相同的是，这些寒气大多数不会实时反应，使多数人不认为游泳和寒气有什么关系。多数喜欢游泳的人经常从水中出来时都会感觉特别冷，特别是一阵风吹来，忍不住打一个寒战。这种感觉即是寒气侵入身体最具体的感受。喜欢游泳的人最好选择没有风的室内温水游泳池，减少受寒的机会。同时在每次游泳的前后各喝一杯姜茶，加强身体对抗寒气的能力。此外，交通工具发展，以车代步，使得人们体力劳动明显不足，身体得不到充分活动，而电扇、空调等先进科技产品的广泛应用，让人们没了40的概念，夏天不热，冬季不冷，这迟早要生病的。同时，吃反季节蔬菜、喝冷饮、光脚走路、湿着头发就睡觉等，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无形中带来了一个结果，即体温降低，寒湿之气加重。寒湿之气是健康的头号杀手，生活中我们见到的很多疾病都和寒气有关，所以要健康就要驱寒湿。寒湿之气是人生病的因子，有病之人的体内肯定是顽固的寒邪和湿邪在作祟，貌似健康的人体内也有寒邪与湿邪埋伏在那里伺机行事。那么怎么判断自己体内是不是有寒湿呢？一是看大便，如果大便不成形，长期便溏，必然体内有湿。如果大便成形，但大便完了之后很难冲下去，这也是体内有湿的一种表现，因为湿气有黏腻的特点。如果不便于观察马桶，也可以观察手指，大便正常的话，一张手指就擦干净了，但体内有湿的人，一张手指是不够用的，得多用几张才行。如果有便秘，大便不成形，那说明体内的湿气已经很重很重了，湿气的黏腻性让大便停留在肠内，久而久之，粪毒入血，百病蜂起。中医里讲，脾虚则便溏，中国人本应以五谷杂粮为主食，现在反以肉食为主了，很多人一天不吃肉就觉得不舒服，荤素搭配极不合理，长期这样，伤害的是脾胃，脾是运化水湿的，脾受到伤害，水湿不能完全运化，就在身体内堆积。所以大便不成形意味着脾虚，也意味着体内有湿气，体内有湿气是现代人健康的最大问题。其次是看身体症状，寒气有凝滞的特点，就像寒冬水会结冰一样，血脉受到寒气的侵袭，也会凝滞不通，引起各种疼痛症状，如头痛、脖子痛、肩背痛、心胸痛、胃痛、胁肋痛、腹痛、腰腿痛等。以疼痛为主症的疾病，大部分都是寒气引起的。寒气引起气血瘀滞过久，则形成有形的肿块，表现为各个部位的肿瘤。所以以肿、痛为特征的疾病，也都与寒气有关。寒气会造成水液的运行障碍，引起痰饮的积结，其表现为咳嗽、白痰；呕吐时吐出清水痰涎，腹泻、
拉出清冷的水样大便，白带颜色白而清晰如水等。此外，与水液代谢障碍有关的疾病，诸如水肿、风湿等，也多与寒气有关。寒气还有收引的特性，就像物质都会热胀冷缩一样，人的筋脉遇寒气也会收缩。外表的筋脉收缩表现为大小腿转筋、静脉曲张；冠状动脉收缩时，则表现为冠心病、心绞痛，而细小的血管收缩可引起冠脉综合征或者中风。还有是早上总是犯困，头脑不清醒。如果每天早上7点该起床的时候还觉得很困，觉得头上有种东西缠着，让人打不起精神，或是觉得身上有种东西在裹着，让人懒得动弹，那么不用看舌头，也不用看大便，也能判断自己体内湿气很重。中医里讲湿重如裹，这种被包裹着的感觉就是身体对湿气的感受，好像穿着一件没干的衬衫似的别扭。总之，寒湿是现代人健康的最大克星，是绝大多数疑难杂症和慢性病的源头或帮凶。只要寒湿之气少了，一切所谓的现代病都会远离我们，一切恶心、慢性的疾病也会失去存在的温床。所以，对付寒湿邪是我们养生祛病的首要任务，把体内的湿气驱逐出去，身心就会光明灿烂。寒气其实也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家伙，专捡软的捏。他们通常会先寻找人体最容易入侵的部位，找到之后就大举进攻，并且在那里安营扎寨，为非作歹。所以我们与其等寒气入侵到人体以后，再费尽心思的去驱除它，不如事先做好准备，从源头上切断寒气进入我们体内的通道。一般来讲，头部、背部、颈前部、其腹部及足部是人体的薄弱地带，都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部位。中医认为，头是诸阳之会，体内阳气最容易从头部走散掉，就如同热水瓶不盖塞子一样。所以在严冬季节，如果人们不重视头部的保暖，导致阳气散失，就会使寒邪入侵，很容易引发感冒、头痛、鼻炎等病患。因此，冬天在外出时戴一顶保暖的帽子是很必要的。背部在中医中称背为阳，又是阳脉之海，是督脉经络循行的主干，总督人体一身的阳气。如果冬季里背部保暖不好，就会让风寒之邪从背部经络上的诸多穴位侵入人体，损伤阳气，使阴阳平衡受到破坏，人体免疫功能就会下降，抗病能力也会减弱，诱发许多病患，或使原有病情加重及旧病复发。因此，在冬季里，人们应该加穿一件贴身的棉背心或毛背心，以增强背部保暖。颈前部俗称喉咙口，是指头颈的前下部分，上面相当于男性的喉结，下至胸骨的上缘。时髦女性所穿的低领衫所暴露的就是这个部位。这个部位受寒风一吹，不只是颈肩部，包括全身皮肤的小血管都会收缩。如果长时间这样受寒，人体的抵抗能力就会有所下降。其腹部主要是指上腹部，它是上到胸骨剑突，下至其孔下三指的一片广大区域，这也是时髦的年轻女性穿着露脐装所暴露的部位。这个部位一旦受寒，极容易发生胃痛、消化不良、腹泻等疾病。这个部位面积较大，皮肤血管分布较密，体表散热迅速。在寒冷的天气里暴露这个部位，腹腔内的血管会立即收缩，甚至还会引起胃的强烈收缩而发生剧痛，持续时间稍久，就可能会引发不同的疾病。因此，不管是穿衣还是夜晚睡觉，都要注意其腹部的保暖。俗话说寒从脚下起，脚对头而言属阴，阳气偏少，而且双脚远离心脏，血液供应不足，长时间下垂，血液回流循环不畅。皮下脂肪层薄，保温性能很差，容易发冷。脚部一旦受凉，便会通过神经的反射作用，引起上呼吸道黏膜的血管收缩，使人体的血流量减少，抗病能力下降，以致隐藏在鼻咽部的病毒、病菌乘机大量繁殖，使人发生感冒，或使气管炎、哮喘、肠病、关节炎、痛经、腰腿痛等旧病复发。因此，在冬季人们应该保持鞋袜温暖干燥，并经常洗晒。
平时要多走动，以促进足部血液循环。临睡前用热水洗脚后，以手掌按摩足心涌泉穴5分钟。在夏季，要改掉贪图一时凉快而用凉水冲脚的不良习惯。民间有句老话叫千金难买春来蟹，民间智慧还是很博大精深的。这句话就通俗地解释了一个重要的中医理论。因为春天天气潮湿，身体易积聚水分，很容易就将湿气和寒气郁结在体内，给五脏六腑带来负担。只有把这些湿气、寒气和毒素都卸去了，让我们的身体重新温暖起来，才是千金难买的健康生活之道。本草纲目中记载了很多可以祛湿的食物。首先说米酒，本草纲目说它行药事，通血脉，润皮肤，散湿气，除风下气，而且米酒味道香浓，晚饭前喝1碗米酒，既能调节胃口，又能散去体内湿气。然后是水牛肉，本草纲目说水牛肉安中益气，健强筋骨，消水肿，除湿气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身体浮肿，不妨也多吃一点牛肉。而要温暖身体，就不能少得了生姜。本草纲目解毒姜能够治脾胃聚痰，发为寒热。吃过生姜后，人会有身体发热的感觉，这是因为它能使血管扩张，血液循环加快，促使身上的毛孔张开，这样不但能把多余的热带走，同时还把体内的病菌寒气一同带出。所以，当身体吃了寒凉之物，受了雨淋，或在空调房间里待久后，吃生姜就能及时排出寒气，消除因机体寒重造成的各种不适。而红茶具有高效加温、强力杀菌的作用，生姜和红茶相结合，就成了驱寒祛湿的姜红茶。此外，冲泡时还可加点儿红糖和蜂蜜。但患有痔疮或其他忌辛辣的病症，可不放或少放姜，只喝放了红糖和蜂蜜的红茶，效果也不错。此外，以下几种食物也具有提高体温、泄去体内湿寒气的作用。葱类蔬菜能净化血液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最后达到使身体变暖的效果。常见的韭菜、葱、洋葱、大蒜、辣椒都属于葱类蔬菜，它们都有化淤血和提高体温的作用。除了饮食祛湿散寒以外，祛湿排毒的办法还有很多。首先得多喝水。实际上喝水是最简单有效的排毒办法，但是不要喝凉水，以温开水为宜，尤其是早上。因为早上阳气刚刚生发，这个时候灌下一大杯凉水，就会打消身体的阳气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很难完全避免身体受到寒气的侵袭，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建立起正确的养生原则，尽量减少寒气的侵入。许多人洗头时都喜欢按摩一下头部，但是这种按摩会使头部的皮肤松弛，毛孔开放，并加速血液循环。张开的毛孔也使头皮吸收化学洗发水的能力大大增强，同时寒气、湿气也会通过大开的毛孔和快速的血液循环进入头部。有的人爱吃一些反季节的食物，例如在冬季的时候吃西瓜，而中医认为，只有将食物的温热寒凉因时因地的运用，才能让人体保持阴阳平衡，不会生病。反之，则会导致人体阴阳失衡，疾病随之而来。除了按时的休息之外，人们也可以适当服用中药，加速寒气的驱出。如当确定是肺里的寒气时，可以服用姜茶来协助身体驱除寒气。前面有说过，经常淋雨的人，头顶多半会生成一层厚厚软软的脂肪，这些就是寒气物质。由于长时间积累了大量的寒气，身体需要借助不断的打喷嚏、流鼻水的方式将之排出，引发不适。所以要切忌淋雨。同时，睡觉时得盖好被子。为了贪图凉快，有些人睡觉时喜欢把肩膀露在外边，殊不知寒气很容易从背部入侵，背部总是受凉的人，身体状态通常不好，所以在睡觉时一定要盖好被子。由于不健康的饮食习惯，肠胃疾病成为现代人的常见病症之一。有些人常年累月大便不成形，每日大便次数在3次以上，有的还伴有不同程度的腹部疼痛或不适，这就是慢性腹泻。是消化系统疾病的常见症状，以粪便稀薄、次数增加，病程超过2个月为诊断要点。
由于慢性腹泻往往拖沓缠绵，治疗起来比较麻烦，成为肠胃疾病中最顽固的一种。治病要治本，细究慢性腹泻的具体原因，主要有胃源性、肠源性腹泻、内分泌失调性和功能性腹泻之分。中医认为，脾胃虚寒是慢性腹泻的主要原因，因此要彻底治愈，还要从驱除脾胃寒气上下手。驱除脾胃寒气有个最简便的方法，那就是喝面粉白糖水。准备面粉50克，白糖少许，将面粉炒焦，加适量白糖，用开水调匀，每日饭前服用，1日2次，2到3天即可见效。此外，还可以用经穴疗法来对付慢性腹泻。人体的神阙穴是寒气入侵人体的主要通道之一，驱除寒气也可以从神阙穴下手。神阙穴也就是人体的肚脐眼，取独头蒜1个，生姜3片，捣烂后外敷于肚脐上，用胶布固定住，每晚更换，3至4日即可见效，简单又快捷。除了了解这些治疗慢性腹泻的方法外，还要从日常生活入手，养成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，如多吃热食，少喝冷饮，少吃反季节水果等，从根本上阻止寒气侵入脾胃，